全他妈是有你！这车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看来今天的故事会很精彩。湖南车友的这台途观啊，很伤脑筋啊！烧机油烧到机油红灯亮，油都烧干了，油体壳拆掉，里面全是金属铁末，怎么修这个车子？涡轮开起来哇哇哇叫，打方向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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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脑筋，实在是伤脑筋。这发动机里面，我去，汽油尾是吧？那这个高压泵肯定是废了。时表公里数啊，15万多，发动机故障灯一直亮这里。灯泡报警呢，没办法，他自己改了很多 LED 灯啊，这个没办法。这个高压泵100%废掉了，这个高压泵啊，很浓的汽油味。那刹车真空泵里面估计也一塌糊涂，很脏了。就是这辆啊，就是这辆途观，板车托运过来的啊，湖南过来的。开回去故障码读一下。你不回去了是吧？我回去了。几个问题啊，这个是因为它机油压力低，不是说它机油压力开关坏掉了，它机油亮红灯的。这个呢是这两个呢，应该都是碳关电子阀下面漏了。然后这个不用管，然后那个灯泡的问题，仪表控制单元损坏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是一个 bug， 它并不是真损坏了啊。后视镜把手、后视镜灯也坏了，是吧？把这灯泡都找出来。这个故障有可能是他自己刷功能刷隐藏刷出来的哦。这款车驾驶员门把手哪有什么照明灯啊？这里嘛盖子也没的，一个杯子，家里刚好有一个多的啊，送你了。反正能盖上就行。这什么声音啊？漏气是吧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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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声音，又是途观啊！你看还生锈，这里还少个帽子。抓紧时间准备开拆。碳关电子阀的故障，但是看到没有，它这个是换过的，还很新。不过呢不是原厂件，要不要再给它换回原厂件？因为这个配件啊不是原厂的，吃过很多亏。这块发动机装饰盖啊，你看这个角断的，然后呢这个角也是断的，然后呢这个角底下是断的，4个角带断3个角，要不要换？这个是刹车真空泵。稍微呢有一点点渗漏啊，一点点渗，一点点油气，但是底下呢油又没滴下去，那换不换这个你自己做决定。如果不换，那我就给你洗干净装回去。如果日后漏了，你当地自己再换。这个地方啊帽子没有，会漏气，对吧？到时候我们给它做一个帽子。这个油底壳啊，它自己亮红灯以后，在当地刚刚就前2天拆过啊，洗过油底壳，里面洗出很多铁沫来。这个胶呢是他当地自己打的啊。摆臂铝座呢倒是新的啊，看到没有？他应该是自己换过的，买的还是这种半实心的，就是不知道。这个头上这个衬套好不好？这个摆臂是好的啊，没有声音啊。现在是好的，那我就不给你换了啊。这个摆臂，到时候你开2年以后想了自己当地换吧。元宝梁衬套是真裂了啊，这个要不要换？问你自己，好吧？坤哥这个稳定杆死命的摇一下，看有没有声音。如果没声音就不用换了。这个稳定杆啊有声音啊，这个它应该是换过这个胶套对吧？但是你换胶套的方式跟原厂的胶套压接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建议你们这个稳定杆都是换总成啊，不要去换这个胶套，没用的。我不要。这个小吊杆呢，眼下还可以啊，我就不给你换了。反正这个东西如果真坏了，你当地自己换也方便啊。你看这个插头也废了吧？你看是不是？锁片都没有了。断开变速箱散热油管之后呢，有些变速箱油流下来啊，流到地上。你看这颜色怎么是这个颜色的呢？这油是不是以前换过，但是换的不对呀？发动机出来喽，来吧。前面可能是撞过吧。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，插头都撞废了，这个节气门这个地方都裂了，看到没有？都裂了。这个到时候给它浇水打点嘛，这个裂的地方，到时候不要哪天进水了就麻烦了。插头给它找一个，看能不能找到。这个轮子还好哎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，而且它原来应该是换过的，看到没有？那这个张紧器就不换了。这个皮带呢，看看也还好，那就算了吧，就不换了。我们正在快速而熟练的分解这个发动机啊，争取抓紧时间给它分解掉，拿去清洗。希望不要唐缸啊，不要让我做唐缸仔。下进气气管，看一下里面，哇，里面这么干净，是不是刚挖过煤啊？啊，这个里面很干净啊，但这不一定是好事情，有可能是曲轴箱串气量太严重了，油气分离不过来，机油冲刷的干净，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严重的烧机油。拿掉机油滤芯之后呢，很明显的啊，里面很厚的一层油泥。那么灵魂拷问来了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个是高压泵漏油引起的，但是我修了那么多车，高压泵漏油都报过浓故障了，人家发动机里面干干净净的也很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这个是机油不好引起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那这个高压泵呢，肯定是不好了啊，汽油味很重。然后呢，车主也讲了，车主的夫人说换个新的。很有见底，很有格局，夫人真棒。来，翻过来看一下里面怎么样？就把它捅掉了。这个刹车真空泵还是换掉吧，都已经油泥成这个样子了，就算洗干净装回去，我怕到时候用不了多久啊。这里要声明的是，这个刹车真空泵它挂是挂在发动机上的啊，但它不属于发动机。你去买一个发动机的裸机回来，这个东西是不带的啊，它只是被发动机带的。那你要说发动机带着的就是属于发动机的部件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边上的发电机、压缩机它都带在发动机上，对不对？
然后呢，这个涡轮里面有油流下来啊，那这个有油呢不一定说是涡轮坏了，涡轮我们要检查，也有可能是上面废气阀没分离干净，从上面流下来的。具体的涡轮拿掉看。这个机油齿套管的螺丝是个5金店的螺丝，对吧？给它找个原厂螺丝，到时候。下不来吧？捏牢了吧？好，机油格底座，机油散热器，这个机油散热器啊，直接给我换掉，里面肯定被油泥堵牢了，直接换啊，不要犹豫。拿上来我们见识一下，这里面都是油泥啊，就不用考虑了啊，直接换掉，这个就是祸害，装回去就是祸害。这个水泵呢，肯定是原厂的，它还没换过，为什么啊？你看它是塑料的泵头，肯定是出厂带过来的啊，漏呢是肯定漏了，是不是啊？已经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给它换成改进版的铝合金泵头的，看到没有？插头已经有机油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吸盘已经被击穿了，必须要换掉。我们换东西都是有原因的啊，不会说无缘无故给你换。这个涡轮啊，车主自己是换过的啊，他说是换过的。这个管子里面这么多油哪里来的啊？都是从废气阀这边过来的，分离的不干净。第二个呢，可能是发动机内部串气量太大了，超过了废气阀的分离能力范围。这个里面全是油泥啊，哎呀，惨了。这个涡轮啊，它应该是翻新件买过来的，看到没有？开起来咻咻咻这种声音。漏油呢不是它的问题啊，漏油是从上面过来的油。发现什么新大陆了？这个螺丝断头了，它没装是吧？这个不赖我们啊，我们只是猜啊，我没动过啊。分动箱的这个通气帽去哪里？这个通气帽，这个不是我们搞丢的啊，来就这样啊。这个也断了是吧？取螺丝100一颗，又得浪费200。好，下涡轮，下涡轮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这个涡轮它不是原厂全新的，我估计是翻新的，我还红过的，看到没有？烧红过的厉害。这个日本设计师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你花件里面稍微搞点黄油啊，每次都这么跳，谁受得了啊？对吧？对，给你们看一看啊，为什么这么难出来？都他妈锈死了！妈的，日本的设计师你不会给我涂点黄油的，每次要我们这么敲。打胶水了，不然不可能这么老的捏的，出不来。果然打胶了是吧？哪位大哥干的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3位四通阀要不要换？这个铝架是肯定要换的，不用说了，肯定要换这个铝架。哦，这里面都是油泥啊。那这个3位四通阀要不要换？有点卡，粘住了，往外拉一下吧。看到没拉伤？那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吧，对不对？严重的拉伤，是不是啊？声音不响才怪呢。扔了扔了。这个有点烦。来吧。全都废了。赶紧去扔了呗，不要了这东西。都用的差，还要开1万多公里，那发动机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看一下这根东西是不是原厂的，看不出来了。我在这里看里面。啊，算了，换掉。哎呦！起，翻过来，翻面。水道还是有点腐蚀的啊。要看一下缸里面有没有拉掉，千万不要拉掉，我可不想当弹缸仔。有没有做过免材治理啊？有没有做过免材治理？怎么感觉有点像做过的嘞？来吧。分离，这个电磁阀漏不漏啊？有轻微的有，有点漏，先放着吧，到时候待定。哦，也不要用了，里面都油泥，到时候卡死完蛋了。他这个车发过来之前，油底都拆过的，胶重新打过的，因为据说里面有很多铁沫，看到？我洗过了已经，他来之前洗过了，完了机油亮红灯都没法开了，拆了吧，全黑了。这个机油棒还敢不敢用回去啊你？胡，小胡，机油棒敢不敢用回去？不敢用回去，不敢用回去是吧？完犊子了，哎呀，这个机油棒换掉。我刚好家里有一个多的，到时候给他吧。都堵死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是铁沫。这个机油泵我是没有胆量用回去啊，我是不敢用回去，你们敢不敢用？哎，网倒是没拉到小网，哎，有点拉掉了，有点拉掉。没事，这一道就严重了啊，整个面看到没有，麻麻赖赖的，这就比较严重了。这个纸堆片你看磨成这样子了，我看到过有途观的车子啊，纸堆片磨的只剩下一个面条的嘛，很薄的一点点，要掉下来掉在油底壳里面，这就拉的比较厉害了啊，大瓦拉掉了，看到没有？下面那些粉末肯定是这么来的，小瓦看到没有？拉的厉害的小瓦，所以说这个金属粉末就是这么拉出来的。来捅活塞，好，第一步啊，先看有没有对口，转过来看看，你看，哎，回来，看到没有？涂层都没了，对吧？来，再转过来，再转，活塞环没对口。你看，这就活塞环对口。什么叫活塞环对口？普及一下啊，第一道气环跟第二道气环的口子对上了，会造成严重的串气，知道吧？那么这种情况下，
高速气体进入到下面的曲轴箱里面，激起大量的油雾，会严重的超过废气阀的分离能力，造成严重烧机油。那这种情况，你洗免塞自己有用吗？这是不是智商税？你们自己说。来，第二缸，拿出来。那我们先看活塞涂层有没有，涂层没了，对吧？这个活塞得换，很多修理厂啊都舍不得给人家换。在我这里，只要这个涂层磨损超过1/3的面积，必须换。第三缸，好。继续，你看磨损了吧？来转过来转，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转，继续转。你看第三缸又对上了，对吧？我们是一镜到底的，中间没有剪辑过的啊，这个绝对是真实的。那这种活塞环对上以后，你洗免塞自己都不是诈骗是啥？留言盆这一点说是没有错的啊。来，最后一缸，用力，哦耶，转过来，再转，继续转。好，停，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。好，这个活塞环差不多对上了啊，相差不到30度。然后呢，这个油环。这种一体式油环容易被积碳堵住啊，我们给它换成波浪油环。那之前的评论区里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说，你给它换成波浪式油环会引起动力变差啊，要跟车主讲清楚。我讲你个头，讲你个毛线啊！宝马 N55、N54、N20出厂就是波浪环，人家动力有衰竭吗？不懂就不要乱说，对不对？无知不要出来显摆。这个气门杆子啊，附4个丝，那么应该用什么孔呢？应该用标孔吧？排气这边基本导管很晃动了，对，松了啊。这次是让唐钢的金师傅自己来看了，我就不弄了啊。那么进气的也看一下进气的好不好？反正我们实事求是，哪边不好换哪边，好不好？来，进气一般都问题不大。有一点。我来看一下。对，你是不是想挣我钱？我试一下啊，换来大不大？如果还好吧就算了。进气有一点，这一点点就算了吧，因为你多少要有点泡量，有点间隙嘛，对不对？这点就算了。排气管里钢啊是有拉伤的，手指甲去抠呢是有点感觉的，啊。我们先抛，看能不能抛出来，能不抛咱就不扛了，好吧？我也不想做唐钢仔，但是如果说真的拉掉严重了，你该唐钢你还得唐钢，好吧？气门导管啊，排气门导管换掉，金师傅麻烦帮我换掉啊。好的啊。然后一缸的话有点拉掉，你能抛光就给它抛出来啊，真抛不出来你跟我讲，那该唐钢有唐钢，好吧？但尽可能不要唐钢啊。刘月鹏说了，大家都是唐钢仔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之前都没注意，现在洗平衡轴的时候发现这个里面都已经拉掉了。我说呢，想换这个滤网，滤网拨开以后发现里面都已经拉掉了，然后那个铝墨粘在那个滤网上面。相对应的那个瓦呢，感觉还好，瓦倒是没有什么拉伤或者破坏的痕迹，那应该问题不大。洗干净以后，轴下窜动量非常的大，这轴也飞了吧？抛光抛一下，有拉伤啊，不是唐钢，你们不要说我是唐钢仔啊，只是为了把那个拉伤抛光抛一下，看能不能抛掉。第一次抛了还是留了一点点啊，那再抛一点试试看能不能抛掉，能抛掉的话就不唐了。其实唐钢本身是没有错的，只是说有些人。对吧？唐钢磨折的地方说人家很便宜，他转个手收客户很贵，对吧？那就过分了。本身唐钢是没有错的。最后呢，套上这个沙皮纸，目的就是为了拉一点网纹出来啊。但是这个网纹的角度呢，跟原厂角度是不一样的，那反正没关系，有网纹就行。另外几个缸呢，这个地方有一点腐蚀的痕迹，不知道是不是泡过药水啊？那不严重的话，就沙皮抛光抛一下好了。抛过以后呢，你看这里有一圈，看到没？一个液体泡过的印子，水位一样的印子，一圈看到没有？抛一下吧，反正这个不是唐钢啊，只是抛光。每个缸都抛光都抛一下吧，把那点好像腐蚀一样的东西给它破掉。敲气门导管，那你等一下太紧的话，你试一下吧。你敲几个先试一下，捅一下看好不好捅嘛。导管高度是16对吧？标准是16，标准是16。好，再量一下，16了吧？17，还差1毫米对吧？好，精益求精，这就对了。16，差不多 OK 了。4个机油喷嘴换掉，原来的都是油泥，也不敢用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大瓦呢，全部改成带涂层的，全部强化掉。机油喷嘴30牛米，头尾2道的大瓦螺丝，总共4根换新了，原厂件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厂家最后一道瓦，你看两边是空的，但是中间的瓦呢，看到没有？边上都是带辅助螺丝能穿过来的。这么做的设计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。坤哥，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指推边是不是原厂的，对吧？那必须是原厂的呀，哥什么时候用过副厂东西啊？除非车主自己要求用副厂的。槽。对，有槽的一面朝向曲轴旋转。OK。预先涂点润滑液啊，大家都懂了，是不是？来吧，你好我也好。60牛米加90度，坤哥教你一个人搞定啊，我不管了。好的。原厂科尔本的啊，合格证拿出来，合格证。对，没有合格证不能说明问题，是反过来。对，科尔本史密斯啊，就是原厂配套的。82.435的3代EA888小活塞，非常的省油，阻力也很小，而且不容易磨损。
使用等离子喷涂的气环配淡化处理的油环，绝对万无一失。我们连小瓦现在都给它用强化的但涂层的。坤哥，鸡米花女王来了，要不要买鸡米花吃？不吃。为啥不吃？不。胡哥，你又用手。胡哥用手，胡嫂幸福啊！我说的是按摩啊。哎，我要忍住，我要减肥，我绝对不去买门口的鸡米花。人形打胶机啊，坤哥打漂亮点啊，争取打得比刘团长的打胶机要漂亮啊，同志们。其实呢，修发动机呢，这种什么设备不设备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工艺到位，配件用得好，装配安装到位就可以了。那些吓死人的设备啊，用那个朱军老师的话来说，那叫生孩子不是生孩子，那叫吓人。那我洗完以后呢，是这么白白净净的给你们的啊，所以说你们以后回去要好好保养，也要始终保持这个白白净净的状态。原车这个机油棒肯定是不敢再用回去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家里有一个多的啊，滤网给它配上，那就当友情赞助了，好吧？我看它原车的链条不像是原厂的，所以我给它换成原厂博格华纳配套的。这次来的时候是跟我讲过要控制费用的了，还好家里有一个多的啊。这个是哪里来的呢？之前改装改下来的。油底壳打胶，它原车的油底壳呢，放油螺丝孔黄掉了，可能会漏油，所以给它换了一个油底壳。这个油底壳呢，也是我们友情赞助的啊。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油底壳呢？像有些车主啊要求比较高，他说我死活要换新的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自己车的油底壳好的，旧的可以装回去。他说我就喜欢新的，那这个油底壳就多下来了。那多下来的东西呢，我们也不拿来卖，反正就友情赞助了啊，给需要有帮助的人，对不对？上油底壳，这个螺丝给它换掉啊，这个螺丝换成原厂螺丝。油位传感器、密封圈给它换新的，原来那个都是油泥，你也不敢用了，对不对？油底壳螺丝呢，用最近的 4S 店服务站版本的给它换掉啊，这个油底壳螺丝。2根一汽大众原厂的平衡轴啊，2根平衡轴都换掉。原车的2根平衡轴呢，一根框量很大，一根咬死了，里面都溶解掉了，融化掉了，难怪机油红灯会亮。那就换2根平衡轴，这个是额外损失，那没办法。这新的平衡轴居然是不带滤网的，你说这事情整的，这大众有点过分了啊！原厂件带标带码，看着舒服吧？滤网也是新的，它新的轴拿过来，滤网是不带的。我这里做出去的东西呢，都是按最高规格的，除非你说我要用副厂的，那没办法。新的平衡轴啊，其实旧的本来都不用换的，因为这个机油的问题，里面都是油泥啊，硬生生把它给扯爆了。好了，要徒手轻松插入啊，不能硬干。这个平衡轴啊，如果咬死的话，甚至有可能会把这个钢体啊都拉裂掉。我之前碰到过一台车，平衡轴也是机油问题，平衡轴咬死了，这里直接一道裂纹，整个钢体都裂开。轻松插入哦，胡哥，牛逼！来，平衡链条呢？这个车换新的，大哥啊，本来是不用换的，他整套链条都换过了，都是副厂的，我还是给他改回来吧，用的我也放心一点。那换新的吧。它的这个中间轴链条张紧器啊，既是副厂的，又被油泥护住了，那我给他换一个原厂全新的。油泥护住，我怕它到时候机油红灯又亮，对吧？这个张紧器泄压引起的机油红灯亮，插毛病插死你。平衡轴油封啊，原厂就是可地克代工的，那直接上去吧。平衡轴油封到位啊，把那个皮带上去，随便漂一下。这个黄铜堵盖啊，是大货车上的。使用进口2.0的气门油封啊，这种绿颜色的油封，像我全用这种，比较紧实，上去吧，坤哥。那就交给你了啊，钢盖小王子。好的。进气门的弹簧用国产的吧，省点成本。进口的它也吃不消，用国产的。那为什么要换进气门弹簧呢？坤哥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进气门弹簧容易断这款车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是吧？你自己上平台上去查一下，你就搜11888气门弹簧断裂，每一个案例都是断的进气门，没有断排气门的。使用2.0的气缸床，那为什么不用原厂的呢？因为车主有预算，没办法，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，我们给他用2.0的气缸盖上。欧了。40牛米加2个90度啊，但这个螺丝是2次利用的，你直接到时候打100就可以了。摇臂和井筒忘记洗了，哇，都是油泥，重新给它洗一下。那趁这个空档时间呢，我们把这个发动机支脚、变速箱支脚给它换掉，干净，压缩空气吹干，然后放到机油里面泡一泡。变速箱支脚，然后呢，发动机支脚要不要换？考虑到使用成本，但要保证质量，所以我们使用了建新的这个发动机脚、变速箱支脚。那为什么选用建新呢？因为 MQB 平台都是它代工的啊。PQ 平台不是它代工的，但是它也有向售后市场提供。那么既然新款的 MQB 平台它可以代工，那质量肯定是不错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用平替版本。这个变速箱支脚呢，它还有惊喜啊，还有惊喜。你看这个是带液压的，是给奥迪 Q3 用的版本，那给途观用更加如虎添翼，对不对？新的变速箱支脚，你看一点晃亮都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新的发动机支脚也是一点晃亮都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坤哥啊爬到发动机舱里面换这个暖风水管，
原车的暖风水管呢，弹性还有一点点，但是那个接头塑料接头有点老化了。那我问车主要不要换？车主说换掉，一了百了。这个水管里面的铁锈啊，要给它除一除啊。之前房东也估计用的没那么好，估计不知道它水箱跟暖风水箱怎么样，有没有暖风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没办法，你总不能把暖风水箱跟水箱全都给它换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水道它是相通的啊。坤哥啊，等一下里面这个给它水锈，给它用那个砂轮机给它伸进去刮一刮啊。好的。孔深一点，孔深一点。爆震传感器20牛米。这个喷油嘴呢，密封圈给它换掉，喷油嘴没换啊。大修也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换掉，好的是不会换的，我们只换发动机的裸机部分，就是机体部分的东西。那么有些车主说了，是不是我的发动机修完以后这辈子都不会换了？那肯定不是，对吧？像这种喷油嘴啊、点火线圈啊这种东西，电子件的，那现在它没坏，我不可能给你换掉，对不对？你要不的话，你全部都换干净了，车都可以换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说突发性的以后坏掉了，你当地修、当地小修就行了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。你就是去 4S 店给你大修，他也不可能给你换喷油嘴，也不可能给你换点火线圈。这个水泵呢，我们用的是西翼的水泵啊。那按照我的脾气，肯定是用原厂的，对吧？但是这台车呢，它有这个预算，你不能超预算，对吧？那我们用这个西翼的平替版本，质量也非常 OK 的啊。这不是什么副厂店假冒伪劣，人家是有公司是吧？有电话有地址的。那我用手挡掉啊，避免广告嫌疑。这个胶线啊打得非常漂亮啊，但是有一说一，你看这个轴承座上，它这个地方原来有点拉伤的啊。那如果说声音稍微有点响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你之前就已经拉伤了。下吧。气门室盖的螺丝呢，坤哥非常耐心的啊，15牛米一颗。这个边盖垫呢，咱们换一个啊，这个也是17奥迪原装的。那翻过来，如果这个密封垫圈是绿颜色的，那就是奥迪的；是红颜色的，那就是大众的，其实都可以用。这个堵盖啊，绿色密封圈的是进口版本的，上去吧，在这里。有抹过的吗？你抹，行不行啊，坤哥？那不要呗。好，我们坤哥啊，正常安装链条啊，因为它原车链条车主也是换过的啊。但是感觉不太像是原厂的，然后被油泥都糊住了，我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原厂的，所以就给它换一套原厂全新的，连里面的平衡轴、机油棒链条，还有外面的主链条，整套轨道都给它换了。原厂的机油格底轴密封垫、机油散热器密封垫啊，这东西尽可能用原厂的，漏了的话你有的哭了，是不是？机油散热器啊，原车那个已经堵死了啊，肯定是不能用了，那咱们给它换一个。那考虑到使用成本，咱们用的是艾森沃克的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一个铝疙瘩，没什么奥妙的，用国产品牌件、平替件，质量也非常 OK， 绝对没有问题啊，因为这个车有预算。这个水泵跟机油散热器啊，正常来说，一般别的地方大修呢肯定是不包含的，因为发动机你裸机买过来，水泵跟机油散热器它包括这个机油格底座，对吧？它都不带的。那我这里呢，正常大修，大众的我说12000，全部是原厂件，包含水泵，但是散热器是不包含的啊。那么这台车呢情况比较特殊，它这个一个有预算，这个大家都理解，因为这年头大家都有点那个，我也紧张，对吧？第二个呢就是说，它这个发动机里面比较脏，损失比别人的更大一点，要更换更多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像有些东西呢，能用平替版本的就用平替版本的，这样呢能够把它成本降下来。我给你找到的平替版本，质量也非常 OK 的。这个3代的 EF888发动机的机油棒链条张紧器啊，那原先有一个3代机大修多下来的，那个车主呢要求非常高，全部要换成新的。其实这个张紧器是好的，那反正留着，刚好给他用，就友情赞助了啊。这种有旧的送的都是啊，不会拿来卖的。它这个凸轮轴的轴头啊磨得有点深啊，那咱们用2000号的砂纸给它撸一下，2000号呢是抛光砂纸，你放心不会磨损的，就是把它原来那个割伤的地方摸起来不要太割手就行了。凸轮轴总不可能再给它去换了，对不对？先预润滑一下，然后再上这个铝座啊，这个铝座呢也给它换新的，它原来那个已经拉得不成样子了。螺丝都15牛米啊，紧完以后油漆标掉，不要漏掉。这个3位四通阀呢也给它换掉，这个是17大众17奥迪原装的啊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要换呢？原车这个被油泥啊糊牢了，糊牢以后我觉得有点卡，洗干净了也觉得有点卡，那就给它换掉。3位四通阀27牛米啊，你打个30嘛也没问题，好看一点，对吧？像这种老化的密封圈啊，我们都会给你换掉。这个是链条上盖啊，这也是原厂件，里面那个合格证捞出来，合格证，对吧？对，送给你。所以说我这里修车不会给你有些乱七八糟的，什么大修3800、大修5000，你觉得他们会给你用什么件，对不对？可想而知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活性碳罐电磁阀，原厂件啊，进价200多，将近300块钱一个。原车的这一个呢是副厂的，但它现在还报故障，那无论怎么样，肯定优先考虑把它换掉，对不对？副厂我估计100多就够了。那这个东西将近300跟100多，你怎么选？进气气管，上链条铁盖，那这个链条铁盖呢，咱们就不换了啊。为什么不换了呢？因为它主要是这个油封啊，老外翻新的时候也都是换这个油封的。那这个车呢，考虑到预算，因为它是有预算的，所以就换油封。那我们换的油封呢是220的啊，这就是220，就是进口大众原厂配套的这个油封啊。这个铁盖呢这辈子都不会坏，坏的都是这个油封。那咱们直接给它换一个原厂进口大众原厂配套的油封。
这个是变量式机油泵调节阀、电磁阀，里面是没有击穿的啊，里面是干的，看到没有？是之前有一个车大修，车主要求比较高，必须换新的。那这个旧的呢，我没扔掉，那刚好给他用。他原车的那个呢，这个里面都是油泥啊，这个阀里面的油泥洗也洗不出来，不放心，那就把这个给他友情赞助啊，上去。OK。涡轮轴吸盘啊，长在这个位置一个吸盘，它是干嘛用的呢？顶这个东西用的，顶这个3位4通阀用的啊。那我们用的呢是原厂的，谁做的呢？舍福乐做的。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堵盖啊，硬币堵盖，大小跟硬币差不多。上这个废气阀吧，孔哥。OK。我们也不是一味的追求原厂啊，那像这个废气阀就是本帅专利的废气阀啊，内置撞凝机构，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，双重分离、双重保障，包装别搞脏哎，哥哥啊，这个里面啊是带那个撞凝设备的，看到没有？上去吧，包装不要搞脏，洗洗干净。那很多人要问了，是不是换了废气阀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坏了？那当然不是这样子的。虽然说生产的时候要求厂家按原厂的材料要求给我生产，但原厂的它也会坏，对不对？而且废气阀只是烧机油的其中一个环节，你如果发动机本体有问题或者涡轮有问题，换100个废气阀都没用。这根管子的这个密封圈啊，一定要用加粗的，不然的话这个涡轮这边外面漏油，以为是这个不好了，其实是这个密封圈不行。这个涡轮的这个固定这个螺丝啊，来的时候有2颗断头螺丝啊，断在里面。你要专门找人来取的话呢，100块钱一颗，电焊取出来，烧红了取出来。后来呢，我们想办法给它取出来了，螺栓也给它配上，那就算了啊，友情赞助了。但是如果我取不出来，找人来取，那这个钱得收，没办法的啊。这个堵盖啊，反正家里有一个，那就友情赞助了。车主旧的涡轮寄过来啊，是我让他寄过来的。那为什么让他寄过来呢？这个是车主车上现在的涡轮，就是个副厂翻新的。那他原厂这个涡轮呢，我估计除了个芯子里面有油泥，其他都是好的。它动力很差，跟我反映，所以我打算旧的涡轮让他寄回来，给他换个涡轮机芯，然后泄压阀跟 N75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，有问题把那2东西换掉就 OK 了。回去呢凑合也能用，但是效果肯定打折扣，对不对？道路阀换掉。这个呢是他原车的涡轮啊，那为什么要给他换机芯呢？这个油孔里面全是油泥，然后水道里面全是水垢，里面全是水垢，看到没有？可能这样看不是很清晰啊，你现场来看就很明显了。所以说涡轮还是他自己原车那一个，然后呢机芯给他换掉，这样的话呢以最小的成本给他恢复动力。这个涡轮机芯啊，原厂是不提供的啊，那我们那是外面拿的这个品牌的涡轮机芯，品质运用也不错，用了很多个了，一直没什么问题啊。让老大把它拆了。那这个涡轮呢分好几种，又分369等，像最普通的进过来是吧，400来块钱一个，那个是铸造涡轮。那么好一点的，里面用高速钢做那个轴承，叶片是锻造的，那就要580。那我们这个呢是叶片锻造，然后强化版本的拿过来是680，还是顺丰的快递费还是我付的，700块钱左右。那反正这个车主嘛帮忙，我1分钱不挣也不可能平进平出，对吧？那就800块钱给他，好吧，就当是帮忙了。然后呢，很多人质疑说这个机芯怎么样，有没有做过动平衡？那么他出厂的时候动平衡的那个做过，打印出来啊，是做过动平衡的，用没毛病。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原厂的，必须要跟你讲明白。这个是它原车的涡轮啊，确实也漏了，看到没有？确实也应该换了，确实是漏了。那么我们就给它换个机芯，好吧？对，涡轮的这个排气叶轮端它也漏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机油一定要用好的，像这个涡轮本来寿命是很长的，就是因为机油问题导致它提前损坏。灵活，阀门 OK 没毛病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抱回来会不会动？有没有卡紧？再加紧一点。全新的皮尔伯格涡轮增压断路阀啊，原厂就它配套了，就在这个位置啊。伯格啊，这个 P 认准这个 P， 上涡轮增压器。呀，坤哥啊，这4根螺栓给他换新的了是吧？对的。螺母也给他换新的了是吧？哎呀，我去，你可真奢侈啊！好，那友情赞助，友情赞助。安装发电机，安装空调压缩机啊，那这个属于发动机的附件，但它并不属于发动机。万一哪天你说发电机坏了，空调棒坏了是吧？不是说我发动机没给你修好。之前有个车友啊，大修完出去，这2天天凉了嘛，对不对？天忽然变冷了，电瓶没电了，说咱发动机没给他修好。也看了几天以后呢，汽油泵坏了，然后又说我们大修的时候没给他修好。那这个东西要讲明白，我们大修只是针对发动机本体，好吧？其他没有动过的东西，万一突发性的坏了，那就是运气不好，点儿背啊，不能怨我。上汽大众的原厂机油滤芯，这个双胞胎水管呢是塑料的啊，很容易烂断。那我们给它换成铁的，这辈子都不会断了，是吧？而且也是跟车主讲过了，车主说必须给它换成铁的，换成铁的，这辈子都不会断了，对吧？坏掉的插头找出来都给它换掉啊，节气门插头、涡轮断路阀插头，这个是主线束对接的插头，这些插头买过来都是原厂件，价格也都不便宜啊。大修的时候呢，看到有插头不好的都会给你换掉。我们坤哥正在非常耐心的接这个发动机主线束的插头，老麻烦了。这个插头里面有10多根线。这2个传感器哪里来的？之前有个客户要求比较高，他没有揭穿，看一下没有揭穿，但他要求一定要换新的，这是好的啊。那他原车的这个呢，都是油泥，都固牢了，
那就这个两个友情赞助他吧，因为你正常大修是不换这个东西的，你换这个东西要额外加钱，对不对？上去吧，上去吧。然后这个呢是它的分动箱，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通气帽就没有的，然后我给它配了一个原厂的，反正拿过来15块钱，这么小一个东西15块钱，那就给他15块钱。分动箱的花键轴上面用黄油涂一下啊，不然下一次拆的师傅要骂娘了。轻松进去了吧？是有齿套管那个螺丝啊，5金店配的，那我们给它换掉啊，是来之前人家给它配的。螺丝啊，给它换成原厂的花角螺丝啊，不然看着它山寨了，是不是？火花塞呢，我还是喜欢用原厂火花塞啊，一颗火花塞一个合格证。那这种火花塞呢，拿过来就是服务站的4S店的100块钱一颗。我知道你们要说 NGK 的有便宜的，你外面拿的 NGK 的呢，没有 VW 标的，其实用也一样，拿过来我们卖个60、70也可以。但是我更喜欢原厂包装的，用着舒服，看着也舒服，是吧？不差这点钱。出场了，善变的男人啊，姐！我怎么善变了？啊，一会儿要原厂啊，一会儿又说要省钱，干嘛的呀？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核心部位的必须原厂的。那外部可以用平替的就用平替的，也不是说给它用很差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也是质量非常过关的嘛。火花塞30牛米啊，完美。这一套有一手是吧？必须的，牛逼。再插进去。咔嚓。OK。锁片锁掉。手片咔嗒。Yes， 牛逼。插上去。等我心里。听到咔嚓一声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他自己这个涡轮这卡子没了，没的啊，那从原来那个涡轮手挖过来了啊。对，原来那个涡轮你还给他放后备箱再拿回去啊，到时候不要说我挖他的卡子，我靠。这个是皮尔伯格的大修包啊，不是皮尔伯格的刹车真空棒，语无伦次了啊。那为什么这个棒要换呢？你们看一下原车这个棒还能用吗？用回去以后你不担心吗？那么跟车主沟通之后，车主说必须把这个东西换掉。原车的胶木3通给它换成铝合金3通，那这辈子都不会坏了。皮尔伯格刹车真空泵，认准这个 P 字啊，认准这个 P。原厂博士的高压泵啊，原车的泵呢是漏了，然后呢，车主的夫人非常的有见地，非常的有格局，说必须换新的这个，所以我们给他换一个新的。高压泵顶筒旧的挖过来啊，搞点油洗洗干净，搞点油润滑一下。这款 1.8T 的啊，包括第一代的 2.0T 的低功率的那种，这个泵呢都是博士的高压泵啊，要换就直接换博士的，跟原厂是一样的，原厂就是它代工的。上3元催化，坤哥等一下拿过来看一下3元催化里面在不在啊？别说我给它掏了啊，看到没有，还在的啊，到时候万一尾气不过关，可不要说我掏你3元催化啊，同志们。发动机总装完毕，准备进入机舱。那当然了，底盘还没搞啊，方向机还没搞。但是我先声明啊，方向机我是不修的啊，这个车我就帮他搞一下，你们修方向机别来找我修啊。发动机进去喽，不过不要高兴的太早，元宝梁还没搞，方向机还没搞。现在呢，开始分解这个方向机啊，记好做好记号。好的好的，这个方向机已经修复完毕了，齿条给它换掉了，然后这边新的黄油全部都打满了，然后这边风盖上打点螺纹胶，准备装车。看它原车这个齿条都是锈，然后还有磨损的痕迹。最后把这个里面这2个调整压块给它换掉，这样旧的。方向机啊，没修方向机。这个我视频上就放上去了啊，不然到时候大家当全完了我全烦死。2.1几啊，那这边应该也是28.1几，这边也是28点，差不多啊，28点几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原车他自己修过稳定杆衬套，是靠这种这种就自己换了个衬套压起来的。这种原车的压切工艺跟我们修理厂的压切工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都跟你们说一定要换稳定杆总成。那我们用的稳定杆呢是服务站版本的稳定杆，它是从那个我们17大众上汽大众浙江小库里面提出来的啊，带标带码的，这个就是跟 4S 店一样的稳定杆。所以说你们要换一定要换这一种，你们自己去压的那种啊，压不好的。80，牛逼！就是这2块东西导致你底盘没有紧实感啊。完美安装元宝梁衬套。哦了，对，上方向机。哦了。这个螺丝啊，拆下来就这个样子，是稳定杆的吧？稳定杆的。上次不知道是怎么装的，算了吧，用那个牙纹给它修复一下。对，好。元宝梁呢更新完毕，明天直接上去就可以了，今天就差不多了啊。为什么这个车边上这里一块油乎乎的？很简单，这个机油盖的密封圈压不牢，那怎么办呢？换个 GTS 加厚的就可以了。换一个加厚的啊，盖起来会很紧，但是呢就不会漏油了。这个东西我是经过无数次试验，绝对没毛病啊。上去吧，很紧了啊。
我操！这个是进风口，你看两边的角都是断的，它原来是用垫片压在那里的，那这个要不要换呢？对不对？韩哥今天是油漆工啊，韩哥。我本来就是油漆工啊。所以它的有刮壁再重新喷一下。哎，上海大众的它就是会掉漆，没办法，你不给它喷一下吧，看着不舒服，对吧？欧了，可以了。上元宝梁，上去以后螺丝再紧一下，你刚刚螺丝都套到上去了。开装后顶灯箱，你看缓冲化。这个减震器拆下来了，这缓冲块全部破烂了，给它换全新的。然后这汽油滤芯给它换一个新的，这里面都堵在那了。汽油滤芯拆出来了，里面这么黑。使用德联5W40的全合成机油，这个呢不是最顶流的全合成机油，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，符合大众502、50500认证 A3B4 要求。然后呢，我不要求你说一定要用什么精美孚啊、嘉实多极护啊这样的油，这个油就足够了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用那种发动机里面全是黑的那种油啊。保养呢，我也不要求你5000公里换机油，但是你不要开1万，你开个7000也够了吧，对不对？好好保养车辆，花不了几个钱，是不是？平时保养，机油放干净或者抽干净，但确保一定要搞干净，不要有残留啊。加5升机油，加4升半机油尺直到中线，发动机大修完加6升，因为发动机里面是空的。启动，浓烟滚滚的，盖子少一个啊，这盖子咱给它补一个上去，原厂的哟。那么试车回来，车子跑热之后，我们测机油压力，那么是1.2公斤，很标准啊，怠速1.2公斤是最标准的。本身这个车就是一个机油红灯量，是吧？还拉毛过的，那磨换了很多跟机油压力相关的东西。那现在机油压力是好的啊，出去跑了一圈回来了，车子也是热的。全部弄完以后呢，方向机啊基本上是没有进去的，矿量没了。但是我们只换了纸条，我估计方向机的那个壳体内孔可能也有磨损，轻微还是有一点点，那绝对是可以接受的啊。坤哥是不是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啊？对，比起你那个宠坏了是不是更猛啊？不解释好吧？不多说了我就。跟来的时候是完全两回事情啊，这个动力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太他妈猛了。来的时候跟那个温鸡一样，现在绝对是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雄鸡。仪表上的灯泡报警呢，这个我就不管了啊，因为它自己那个小灯啊、牌照灯啊、尾灯啊都改那种爆闪的啊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，坤哥跟你那个途观比哪个更猛？猛，比我那个猛行吧？你别说的这么不甘心，人家车主都有意见了，认为我没有尽心尽力给他修。我的车是最好的，你知道吧？在我心里。别滚！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，绝对没有吹牛逼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是事实吧？没有哪个人全网找不出一个维修过程有我这么详细给你们看的，是不是？虽然说过程长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发更真实，你们也看了更解压，对不对？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。我不是说非要你用精美孚，非要用什么嘉实多超豪，不是说非要用精翘，你只要用符合规格的，就像我给他用那个德联那个档次的就够了。保养呢也不要求你们5000公里做，但是不要开1万，开个7、8千够了吧？车主呢他也是不懂啊，他肯定是被人骗了，用了所谓的假机油吧，发动机里面这么黑这么脏，对吧？不是说车主小气不愿意保养，我觉得他肯定是被骗了。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，控制积碳，做到这些之后，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，就烧机油不迷路，完美交车。